非有消息，澳大利亚法院近期判决了一名32岁的名叫科贝特的澳大利亚男子，需要向航空公司支付8630澳元的赔款，约合人民币4万元，用于补偿航班返航造成的油料损失。返航事件发生于2023年9月25日，当时因为科贝特醉酒闹事，澳大利亚捷星航空准备前往悉尼的 JQ989 航班被迫在起飞后返回了珀斯机场。科贝特具体干了什么没有详细报道，但据称他的颈部和双臂都有大面积的刺青，不肯系安全带，在交涉中对空乘人员表现出了攻击性。澳大利亚法院的效率不高，此案至今才审结。除了油料损失外，科贝特还被判罚款9000澳元，赔款总额约为8万元人民币。但这一数字其实并不算高，也是在最近，美国的一家法院判处一名36岁的女性乘客20年监禁和25万美元的罚款。这位名叫英格曼的女性乘客是蒙大拿州的居民。2023年3月，她搭乘小型飞机从比林斯前往阿弗尔。临降落前，她站起来大喊大叫，后来甚至冲入了驾驶舱，撞上了控制台，脚丫子还踩到了一个油门，这导致飞机加速并偏航。机上的2名飞行员努力控制住了局面，安全降落并滑到了航站楼。英格曼被扭送交给了警察，后来他以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罪被指控。当时的机型是塞斯纳402，可以容纳8名乘客，驾驶舱并没有安全门。美国的乡村机场常常有8到10座的小飞机供农民朋友们通勤，以方便他们到中大型机场接驳喷气客机。小飞机保持重心很重要，飞行中随意走来走去本就已非常危险。咱们前几天不是还说过，在2010年8月刚过的一架小型飞机飞行中，乘客包裹里的鳄鱼跑了出来，受到惊吓的乘客们一窝蜂地跑向了驾驶室，导致飞机无法配平坠毁，机上20人遇难。英格曼冲入驾驶舱也极有可能导致飞机失衡，冲击控制台更是要命。当时的飞机速度约为每小时140公里，稍有不注意便会机毁人亡。也还是在最近，美国法院对2021年5月的一起机舱闹事处罚做出了核准。当时一架从纽约前往奥兰多的航班上，一名男性乘客在起飞后不久向其他乘客投掷物品，并躺在过道地板上不起身。当一名空姐前来处理时，他抓住了他的脚踝，一度将脑袋钻到了他的短裙里，这也导致了航班被降。机主制服该男子后，将他交给了里士满警察。FAA 对此提出了4万5千美元的罚款额。在很多地方都会将客舱闹事认定为危害公共安全，罚得比较重，特别是如果有任何肢体接触，也会被视为人身侵犯，给予高额处罚。但是很少有专门提及油料损失的。澳大利亚的这起算是多年来民航业比较典型的一起赔偿燃料的案件。要是能够加上飞机的起降、停场费用和机组人员的人工成本，那就更好了。朋友们，你们说呢？本期咱们就聊到这里，下期见。